雅典卫城在西方建筑史的地位有多高？那是相当的高，比3、4层楼还要高。因为现在西方的古典建筑，所有的设计手法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出处。大一点的所谓场所精神，再具体一点的空间规划、建筑比例、柱式，什么多利克啊、艾奥尼啊、柯林斯啊，还有西方的雕刻艺术，可以说西方古典建筑的典范，大多数就是由这个卫城的建筑所确立的，包括对后来的文艺复兴也有很大的影响。而整个雅典卫城也可以说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象征。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雅典卫城。先来看一下雅典卫城现在的样子啊，有点破旧。这个场地大概是这样的，现在还在做一些修缮重建的工作，所以你在雅典卫城上也可以看到很多现代器械。当然，这个修复工作也有很多争议，这个咱们先不谈。那么雅典卫城之前是怎么样子呢？大概的复原图是这个样子的，那具体呢谁也说不清楚，也不可能100%还原。而且雅典卫城也经历过很多的历史。那现在这个样子之前是一座寺庙，一座清真寺。因为雅典在古希腊这个地区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辉煌，但是后来呢就咔被各种势力所征服，拜占庭啦、法兰克啊，到后面的奥斯曼帝国。那么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雅典是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所以这段时期雅典卫城就改造成了一个清真寺。后来希腊建国之后，因为当时的历史原因，所以就想要恢复卫城原先的面貌。那当初为什么要建这个雅典卫城呢？就是为了纪念雅典的守护神雅典娜。最早建立大概在公元前500多年，当时呢规模不大，有一些小建筑。后来尤其是马拉松战役之后，为了提升整个雅典的士气，所以呢就想把雅典卫城的规模扩大。尤其是在古希腊著名的政治家将军伯里克利时期，他就打算在希波战争之后重建雅典，因此他就要求了几位建筑师重新对雅典卫城进行了设计。它的用途就是每4年举行一次的泛雅典娜节运动会作为这个活动的场地，而中间的这几年会有小型的活动开展，而整个运动的过程就记录在帕特农神庙的浮雕上。那罗马时期呢，卫城又增加了很多新的建筑，规模就逐渐宏大起来。当然用途也有改变，帕特农神庙作为基督教教堂来使用，在后面呢，除了教堂之外，有的建筑也有宫殿的作用。到后来雅典被奥斯曼帝国所征服，卫城上面最重要的帕特农神庙被改造成了清真寺。那清真寺呢都有一个宣礼塔，所以原先在卫城上面也有一座塔。整个卫城在历史上遭受到了非常重大的一次打击，就是在1687年威尼斯共和国和奥斯曼土耳其打仗的时候，那威尼斯人已经包围了雅典。当时奥斯曼土耳其觉得这个卫城很安全，总不至于打卫城吧，于是就把他的火药库放在了帕特农神庙。那威尼斯人就不管这些，哪里是军事目标炸哪里，于是威尼斯人就炮轰了雅典卫城的帕特农神庙，对整个建筑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之后呢，威尼斯人一度占领了雅典。后来对雅典卫城破坏很大的其实是一位英国人，当时呢是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埃尔金。埃尔金呢就想利用雅典的古希腊文化来推动英国美术的发展，于是他又组织了建筑师、艺术家、美术家，对整个雅典卫城进行考察研究，用来制作古希腊建筑啊、雕塑的一些模型加一些图纸。然后研究着就把很多东西就运回英国了，然后就放在大英博物馆，至今也还在，并且现在还引发了一个归还文物的一个争议。之前我们提到的泛雅典娜节运动会整个过程的浮雕现在就藏在大英博物馆。那么随着希腊的建国，整个雅典卫城这片区域就被列为考古遗迹，而希腊政府就决定要拆除上面跟纯正希腊历史没有太多关系的杂七杂八的建筑，那包括这个清真寺。现在看来，有人就批评当时的这个行为是历史的修正主义，因为它破坏了很多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物。虽然这个并不是代表希腊的或者是雅典的，但是呢，如果放到当时这个场景，也可以理解。希腊刚建国，它的那个民族情绪、意识形态，估计大部分人都会做这个决定。从希腊建国之后，整个卫城的修复工作就逐步开始了。但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大家对这个考古其实并不熟悉的，各种器具、铁啊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保护，于是很多大理石就被破坏了，很多遗迹也被不当的保存，而且很多建筑结构包括柱子都安装错了。所以随着时代的发展，雅典卫城是一直在被修复的。那么最终目标呢，就想把这个雅典卫城恢复到相对完整的模样。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最著名的雅典卫城。雅典卫城不仅仅是一座古代建筑群，很多学者认为它是西方古典建筑的开端。那么这个建筑群到底怎么样？首先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场地设计。
雅典卫城为什么与众不同？因为它跟后来古罗马时期的建筑规划完全是不一样的。罗马帝国时期，因为它的国力强盛，所以很多城市都是拔地而起，一般都是按照轴线还有对称来布局。但雅典卫城不一样，它并没有强行的改造地形，而是顺应山体的自然形态来布局建筑。比如最明显的就是卫城旁边的2座剧院，它都是依山而建，观众席就顺着山坡展开，既节省了材料，那整个表演效果也不错。正是因为它顺应自然的建筑布局，所以它整体的规划看起来是比较自由的，建筑有高有低，整个位置也错落有致，空间层次就变得丰富起来。那从远处看过去，整个建筑就像雕塑一样，也是城市当中非常亮丽的一道风景。那为什么这么布局？跟它一个节日有关，就是泛雅典娜节。每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呢，民众就会组织起来进行游行，沿着道路一步步登上卫城。所以不同的建筑会随着这个路线、这个高度的变化而逐步进入到视野里边。这种空间体验就像是为这个节日增加了一种仪式感，使得整个走路的过程当中体验丰富，那不至于那么单调。那咱们就沿着这个路线来看一下卫城当中几个代表性的建筑。首先就是这个山门，这是这个卫城的主要入口，旁边都是柱子，组成了一个非常宏伟的柱廊的入口。旁边有一座小的建筑，叫做胜利女神庙，这里供奉的就是希腊神话当中的胜利女神，叫做 Nike。没错，今天那个著名的运动品牌耐克，它的名字就是 Nike， 其实来源就是这里，代表着胜利。那穿过山门之后，就到了这个卫城的平台。那整个卫城最著名的建筑就出现了，就是帕特农神庙。那很多的设计方法一般就是把最重要的建筑放在这个轴线上，但是帕特农神庙并不是这样的，它是放在这个轴线偏右的一个位置上，这也是一种视觉引导的设计。而轴线的左侧是另一座非常有代表性的建筑，就是伊瑞克提丰神庙。这个建筑最著名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少女柱，用6位少女的雕像直接代替了柱子，这也是整个建筑最经典的艺术形象之一。这些都是复原的，真迹呢都在山下面的那个卫城博物馆。当然还有一根柱子是被之前提到的那位阿尔金带到了大英博物馆。这2座最著名的建筑就带来了古希腊最著名的几个柱式，像帕特农神庙最著名的就是多利克柱式，它非常的粗壮雄健，装饰很少，整体就展现这种力量感、稳定感。而伊瑞克提丰神庙用的是另一种相对来说更加纤细、更加优雅、装饰性更强的艾奥尼柱式，标志性就是头上的2个涡旋。这2座建筑正好在一左一右，而2种柱式也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风格对比。雅典卫城的设计还有一个比较让人惊叹的一点，就是它的视觉纠正。这个怎么说呢？如果说一个非常雄伟的建筑很长，如果完全按照这一条直线去做，那这个柱子好像是有点外倾的感觉，那这个给人感觉这个稳定性不够。所以你看帕特农神庙的柱子都是下粗上细，那中间有一点微微鼓起，整体是向内稍微倾斜一点。那整个结合起来之后，建筑就会显得更加挺拔，更加稳定。这就是古希腊建筑师们的一个巧思。但这里也有争议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可能就是施工误差，而并不是刻意去设计的，也有可能是后来学者的过度解读。但是不管怎么说，它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在视觉上是有一种平衡感的。也正是因为这些精妙的设计，所以雅典卫城被人们认为不仅仅是一组古代的建筑群，很多人认为它是西方文明的象征之一。在整个西方的建筑史上，古典主义的建筑形式都是模仿卫城的比例柱式，直到今天也一样。那如果你看这些东西破破旧旧，感觉你看不出什么东西，那在雅典还有新古典主义3件套，有3个建筑，一个是雅典大学，另外一个国家图书馆，还有一个是雅典科学院。那这些建筑的立面就是最传统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基本都是借鉴了帕特农神庙的立面形式。那我们再来看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logo， 你看是不是很像帕特农神庙的立面？所以了解这一些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整个雅典卫城的建筑，不仅仅只是建筑，更像是西方古典主义的一个标准、一个范本。在古希腊之后的时期里，不管是古罗马，还是文艺复兴，还是18、19世纪的欧洲建筑，基本上都是在复刻、模仿雅典卫城的建筑语言。你看现在很多欧洲重要的公共建筑，什么博物馆啦、图书馆啦、大学啦、政府机构，都会采用像帕特农神庙这样的形式。所以说，整个雅典卫城不只是一个景点，更像是一个城市的象征，一个文明的象征。你看2000多年过去了，建筑技术在不断的更新迭代，而雅典卫城依旧静静的矗立在那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下期再见。